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1月1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0.77，收盘价是177.59。在盘中，股价最高是在195.89。最低价是在177.12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27亿股，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基本持平，量平。KD 值，开口不变。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的下行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长红 K 线，那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，那在相对低档的位置，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。那在空头的趋势中出现这样的一个线型，通常表示股价会继续下跌。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是出现在连续下跌的行进中，那在后续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不再继续下跌，或者说是掉头向上，那么如果能够站上这个长上影线的最高，那行情呢可能会变成反转向上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9日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呢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在192。第二个可能会出现止跌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01。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177.59，出现了下跌。那并且呢，我们会看到这个收盘价跌破了两个关键位置，一个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186，另外一个关键位就是182， 182是我们定义的这个2号趋势线的第一个底。那当日是低开盘，然后呢股价一度向上，那在上方196附近呢是遇压而折返向下，然后收盘价收在了低处，并且在当日也是出现了新低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也说明这样的现象是一个续跌的表现。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看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说股价一旦在前一期视频我们提到过，股价一旦跌破了182那么新的下行的目标将会被确立，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137到144。也就是现在股价如果下行，它的总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。那我们说在182之下以下一直到这个缺口呢，每一个点位都是强支撑，但是我们还要给出一个
在这期间要给出一个目标位。那我们会给出是在160附近，这是它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160的由来呢，是我们看一下周 K 线图，在周 K 线图当中，这个地方是200均值，那我们会看到是在160附近，也就是说，接下来股价如果继续下行呢，可能在160这个位置会得到支撑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说，接下来就是说股价要测试200均值，也就是周 K 线图当中的200均值。好，我们回到日 K 线图。那说股价继续下行，在到达这个缺口之前，它的目标就是160。那我们现在来加2条水平线，我们来调整一下。我们把下方的这个观察线呢，对，移动到前低177.12，然后我们再把下行的目标，也就是一个强支撑，移动到160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股价如果说继续下行，就是前低177.12，然后呢，接下来目标就是这个160。好，当然我们说在177.12以下，每个点位都是强支撑，因为只要股价下跌，就会出现新低，每一个新低都是强支撑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止跌反弹，说股价有没有止跌反弹的可能？我们说股价的连续下跌，并且是在近4个交易日，尤其是近2个交易日，我们会看到都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，那说明在这个位置的买盘是非常重的。那一旦股价出现了叫止跌，一定会有一个反弹。所以这个止跌反弹的可能性啊是非常大的。那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辅助线。我们由于182已经被跌破，所以我们现在这2号趋势线就可以删除了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来看股价的止跌反弹。那股价止跌反弹的第一个目标是这个 K 线实体部分50%的成本线是在184.5附近，这是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的第一个目标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88到191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那这个区域涵盖了这个前面这个红 K 实体棒的上沿，所以我们再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我们把上方水平下移，第一个水平线我们可以放在184.5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水平线下移，我们把它下移到5均值是191上限，我们放在191，实际上是长红实体棒的上沿，我们放在它附近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说，如果股价出现止跌反弹，在184和191这2个位置都是它反弹的目标，但是在这2个位置，股价都很容易遇压力而转折向下。那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站上191，那后续195，也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
将是一个重压力。当然，这个缺口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我们把这条线也下移到这个 K 线的最高195.89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这个在 K 线信息上也说，如果日后股价能够站上这个 K 线的最高，那股价将会反转向上，也就是这条线195是股价反转向上的一个标志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再来看，那么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趋势线，我们再来说一下，是9月21日和11月1日我们定义的一个头低的下行趋势线。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，那上方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条线。好，我们先暂时都保留它。好，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我们看看这个颜色哈。好，那对于下方，我们要特别关注160。那在160这个地方啊，股价是很容易遇支撑而转折向上的。对，那上方呢，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184和191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到这两个位置啊，都很容易会遇压而掉头向下。那一旦掉头向下呢，我们说会有一波新的下行的一个走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1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，我们说就是这个184.5，然后第二个压力是个压力区间，是188到191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这个缺口，是195到196。那我们还愿意给出一个压力位，就是上方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05到207之间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那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177.12，因为我们会看到前低和收盘价是很近的。那之所以把它定为支撑呢，是如果股价出现了一个高开盘呢，那177.12将还会是成为一个支撑的。对，所以它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就是160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说160之下的支撑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137到144。好的，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1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很可能会出现止跌反弹。那如果出现止跌反弹呢，它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。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168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91，收盘会收在184附近。对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认为很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实体长绿 K 线。对，那它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反弹的条件呢，是它必须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8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呢，那我们说
出现这样的 K 线，股价续跌的一个表现，那股价也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跌。那如果股价继续下跌呢，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80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67，收盘会收在168附近，也就是继续出现一个长红实体 K 线，好，那么，它的条件是呢，就是说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0的，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1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